荡，到处都充满羡慕的目光。可当你在外面受了伤，是谁为你点亮关怀的灯光，为你疗伤？你说你成熟大方，天下无双，轻易放心上，和朋友便不四面八方。可当你经受挫折失望，是谁让你找回信心和力量？一水撑不了海洋，一人力量大。只要家人在身旁，相信再大的困难也变成过往。无论大事小事，大家一起扛，它一定让你远离感伤。无论伤心开心，大家一起唱。可只有这样，就会有天堂。无论幸福祝福，大家一起想。希望，无论艰难困难，大家一起担，勇敢去闯，家是快乐的负担。10月初8还是10天呢，不知道这个装修来不来得及哈？哎。我一定要他们1个星期内把装修做好。哎，对，时间就是金钱嘛。不过有杰敏这么本事的经理在，我们新快乐鱼肯定会大展宏图的。哎，我好不容易才说服妈咪啊，让我当这里的经理啊。那时候我觉得他读了那么多年的法律，不当律师很可惜嘛。哎，其实你妈说的也对呀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现在当律师赚不到什么大钱，要赚大钱一定要从商。只要我们的新快乐鱼打响名堂，1年里开多5间，3年内开到20间，到时候他的收入肯定会比当律师好上几10倍的。对呀，妈咪，所以啊，我们要向前看，向后看。对，你们呐都说得对。哎，我去泡咖啡啊。好啊，你坐会儿，很快的。不要太甜了。我最喜欢喝你妈泡的咖啡了。哎，妈咪啊，我来帮你。哦。姐，哎，现在应该叫佳倩行动的时候了。好。喂，佳倩啊，你动手了没有？还没有啊。你怎么还不动手啊？你舅舅说我们的新店啊，2个礼拜后就要开张了，你现在动手正是时候呢。我快点动手吧。知道了。你舅舅说啊，先让快乐鱼来个集体中毒，等新闻一报啊，全国都知道，到时啊，快乐鱼一定会被令暂停营业，接受调查，那他们的名誉就扫地了。等我们的新快乐鱼一开，还不把他们打得像狗笼？小倩啊，小倩。啊。哦，你看这汤啊，我去厕所。哦。快点动手啊！你快点动手吧你！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姐夫，你小心一点啊！哦，佳倩，我会的。哎，坐吧。哦，好。你怎么跑来了？我是来找你大姐的。什么事啊？你行动不方便，还特地跑来找她？
哦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单脚走路啊，越走越快了。大姐就不像你，她整天在家里面睡觉。哦，她是应该好好休息的。我听医生说，一个女人生育了之后，骨质就会比较疏松，如果不小心啊，再弄伤了原位啊，就很麻烦的。还不是你害的啊！哎，威廉，你干什么？我想打你呀！干什么？喂，干什么？你放手啊！你呀，你来这里干什么啊？上次在医院你刺激加血不够，这次你又来气他是不是？啊！威廉，有话慢慢说啊。有什么好说的啊？我在厕所听到你声音就一肚子火啊！你呀，把嘉喜的脚踢断了，又带一个女人到医院去刺激嘉喜，你也太阴险了吧！喂，放手啊你！你是男子汉吗？啊，打女人就是男子吗？你有本事给我打过来！哎呀，放手！威廉，放手！放手啦！没事吧？啊？妈，没事，我没事。进去。老板娘，这个人很阴险的。上次在医院的时候啊，他带他的女人头，来向霞姐去炫耀嘞。叫你进去没听见吗？哦。最近啊，看到嘉喜，她的气色不是很好了，所以我就去买了一些人参啊、燕窝来给她。妈，我还有买了一些给你，所以你有空的时候记得炖来吃啊。你花这些钱来做什么？我认识了一个代理商，我拿的这个是批发价，很便宜的。不过你千万不要让嘉喜知道，要不然她就不煮来吃了。你脚伤成这样子，还带这种东西来？哎，没关系的。妈，嘉喜在吗？在楼上，你要找他。哦，他催我已经催得很久了，要我把房子给卖掉。而那间房子我都已经住惯了，要把它给卖掉，真是有点不舍得，就干脆跟他买下来了。今天我来找嘉喜，就是给他签买卖合约，然后再给他定金嘛。哎，你这个样子怎么上去找他？算了吧，改天脚好了再找他吧。没关系，他已经催我催很久了。哎，别管他。哎，不行的，他催我催了那么久啊，他告诉我，如果今天不给他定金的话，他就会叫经纪登报纸卖掉这间房子了。真是的，吃饱了太空闲了。嘉喜，嘉喜，哎，起来了，快点！什么事啊？学子来了，快点！他来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找人啊？登报要卖屋子啊？哦，就为了这件事。我要不是这么说，他也想白白住下去。哎呀，你呀，何必做得这么绝呀？绝！如果啊，你看到他跟那个女人在屋里胡搞啊，你就不会说我绝了。哦，你看到了吗？没看到，想都知道啦。这次啊，不管他怎么求我，我都不会让他再拖下去了。自己穷到叫救命，还口气那么大，说能够买下那间房子，拿什么还啊？害我白白给他住了3个月。学子啊，你要喝一点什么吗？不用了吗？喂，不要叫那么亲热啊！这里没有你妈啊。嘉喜呀，妈的，不要管我们的事情吧，去忙你的吧。那我先下去了，你们慢慢谈啊。尤其是你啊，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。知道了，你以为发脾气不用力气的？学子啊，你们慢慢谈，我先下去了哈。好的。啊。嘉喜啊，你还好吧？死不了。哦，哎，温温还没有回来啊？你不要问来问去了，有话直说吧，我没有那么多闲工夫的。哦，哎，嘉喜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？
我想买回现在的屋子。是啊，你有钱吗？有，这个是买卖合约，还有定金。你先看看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在这里签个名字，多几天我们到建屋局办理手续。1、2千块钱定金容易拿出来，可是1半的物价，那就是7万5。对呀，7万5啊，一大笔钱，你有吗？有。你有？我凑一凑，勉强够数。不要搞到去找阿龙，惹来一身麻烦哈。哦，我是不会去找阿龙的，就算是走投无路，我也不会去找他们。那就是跟银行借钱喽。我曾经破产，要跟银行贷款没有那么容易。哦，那你就是拿女人的钱了。看来这通电话我是打对了。不，买屋子的钱真的是我赚来的。你赚的。林学志，你不要骗我了，你只不过推销几个烂蒸锅，几个月能够赚那么多钱吗？真的是我自己赚来的钱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呀？嘉喜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那现在有3组人在跟我卖蒸锅，另外我还有代理一些健康食品。是吗？原来你那么会赚钱呢，怎么以前不见你那么厉害呢？哦，这个可能是时机加运气吧。哦。我一离开你，你的运气马上好起来了。那我真的应该恭喜你哦。我没有那么说啊。不那么说应该怎么说啊？林学志，你以为你这样说我就相信你啊？你有多少斤两我还不知道啊？什么运气，什么时机？你不说还好啊，你一说我就生气了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？你以前呢就偷偷把钱藏起来，是不是？就像你老爸一样。口里说没钱，可是把钱藏在床底下，保险箱里藏着金条，不让我知道，对不对？我没有。没有？你以为你说一声没有我就相信你啊？我帮你照顾你爸爸妈妈，到头来好处全给了别人，我连个屁都没有。你破产以后，我越挨越挨，挨到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你却偷偷藏了一大笔钱。等我离开以后，就拿出来养女人、买房子。你先跟我讲时机，跟我讲运气。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那嘉喜，你跟我做了夫妻，做了10多年，难道你会相信我真的是这样自私的人吗？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我现在谁都不相信了。买屋子的钱是我自己赚来的，每一分都是我的血汗钱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拿所有的账目给你看。我现在哪有资格看账目？不过你也不要紧张，有钱是你的事情，我不管你的钱怎么来，我只要拿的我该拿的，你要怎么说都行了。你不相信我所说的，这也难怪，因为这10多年来我真的是很窝囊，我失去了所有的信心，我破产，我失败，40多岁的人了，黄金岁月都已经过去了，我曾经以为我这辈子就真的完了，我就好像你所说的。我是没有用的废物，不过这些年来我已经改观了。一时的失败不代表你永远失败，你曾经破产不代表你就没有机会重新再来。40多岁没有人请你的话，你也可以慢慢的、努力的走出自己的路。嘉喜，虽然我现在距离成功还很远，不过我已经慢慢看到自己的前景了。你厉害，不过你也不用在我面前逞威风的。哎呀，我不是在你的面前逞威风，老实说，我也没有什么威风可逞的。我只是希望，你少了我这个负担了之后，你可以慢慢走出自己的路来。那你比我精明，比我本事，我这么笨都可以赚到钱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比我赚更多的钱的。嘉喜啊！这个买卖合约还有定金都在里面。如果你看了没有问题的话，就在上面签名，然后打电话给我，我会回来拿的。我是来看看你有没有欺负嘉熙啊。
不可能的。嘉喜啊，嘉喜，什么事情不可能呢？不可能的。他说他能买下我那间房子，他哪有那么多钱呢？7万5啊！他以前连7块半都拿不出来，他现在竟然告诉我他有那么多钱。他会不会是骗你的？不像，看他样子不像是假的。难道我一离开他，他反而会成功？不是我看衰他，他以前真的像一堆烂泥，怎么可能呢？那可能是他硬冲的吗？有可能是那个女的帮他的吗？William，你说我是不是扫把星？哦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你自己呢？你看，我一嫁给他之后，他就生意失败，接着就破产了。可是我一离开他，他就时来运转，马上赚钱了。不是的啦，那你不要自己看衰你自己。他可以赚钱，你也可以赚钱的嘛。赚个屁！刚才助理打电话来说，购物中心的 management 催租金了。啊，租金还没有交啊？天天在亏本，哪有钱交租金了？我连助理这个月的薪水都还没发呢。哎呀，这件事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？告诉你会怎么样？即使你再给我钱，我也不敢再拿了。以前你投资的钱，都不知道能不能够拿回去。投资嘛，怎么有可能会包赚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说的那么大方，你以为你自己很多钱吗？你还不是一样，有限公司。哎呀，做生意钱可以慢慢赚回来的嘛。我看很难啊，一间购物中心就有3间儿童服装店，我们哪里够他们拼？还是早点结束算了。可是你开业还不到3个月嘞。长痛不如短痛啊，而且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继续亏下去。那也好，啊，我们可以另起炉灶的啊。你是说？我已经研究出快乐姨的验尿秘方了嘞。行不行的啊？来，你试试看，怎么样？可以吗？跟妈的做的还有一段距离啊。我已经尽力了，可能分量调得不够好。哎，不过味道真的还不错哦。真的啊？至少有75分呢。那我们可以另起炉灶喽。是另起炉灶的时候了。对。如果我们自己开茶余店的话，每个月可以赚他2、3万块钱。那我们可以一起努力，一起奋斗喽。这次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小心点，小心点。哎，威廉，那你还有多少钱？还有多少钱呢？如果没有钱的话，那也是白说啊。有，我身上还有剩下所有的储蓄5、6万块钱可以投资的。你的5、6万，再加上我卖房子的钱，开一间茶余店应该没问题了。那我们2个就可以在一起了哦。不能让林学志看扁我，一定要做得比他好，比他成功。大哥，你跑上来做么？家福嘞？他在睡觉。这家伙也真是的，怎么让你跑上跑下？他少睡一会儿会死咩？没有关系啦，反正我没有事了。人家讲动了这种手术很像生孩子一样哎，你一定要好好调养，知道吗？我买了猪脚醋给你。大哥，麻烦你了。哎呀，不会麻烦啦，反正今天我也没事做嘛。我的生意等到明天才开始，所以今天也有空啦。那一定要好好努力，我在这里祝你生意兴隆。OK 咯，哎，等我真的隆起来我再请你。大家出去吃顿好的啦哎，这里有风嘞，你不要进风人家讲身体进了风很多手尾的。赶快进去休息了我走了。大哥，谢谢你哎呦，谢什么？都是自己人嘛。你进去休息了我走了
在这里啊？你去买猪脚醋啊？啊，家福呢？他在睡觉。哎呀，应该把他叫醒去买吗？没有关系啦，反正也没有事了。其实我有叫亚喜啊，去帮你买一些麻油鸡跟猪脚醋回来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没关系，那就多吃一点。记得晚上睡觉以前呐，不要冲凉，不要开冷气，不要吹风扇啊。谢谢你啊，大妈。二嫂，我买了东西给你吃。我听大妈说了，谢谢你啊。其实妈是外冷内热，她还是蛮关心你的。反而我心里面更难受。怎么了？你也知道我的肚子是……嘘，小心大姐。二嫂，你今天晚上留下来吃饭好吗？好啊。二嫂，二哥有没有消息啊？他们说已经联络到佳琪，估计明天就会回到大本营的。难怪你那么开心。所以今晚我要多吃一碗饭。这几天我为了他都担心的吃不下东西了。好啊，那我就煮多一点饭。那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了，我又不是真的怀孕，你不用跟我抢着做的。那演戏要演得逼真一点，要不然人家会看出破绽的。你放心，现在只有我跟你2个人嘛。大姐呢，又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难得出来一次的。还好一切都过去了，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演下去。还有啊，明明都没有怀孕，还要装到肚子里面有孩子，真的很辛苦的嘞。原来是在演戏，还拿我来当替死鬼。下戏都已经落幕了，你也不用担心啊。不过你要记得告诉家父啊，不要再编这种戏让你演了。他肯变，我不肯演了。对啊，有时候家父啊真的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，所以不能全听他的。好香啊！猪脚醋啊，你煮的？不是，是大哥买的。大哥回来过？是啊，不知道听谁说的，偷跑回来看我，还买了猪脚醋给我。大哥这个人粗枝大叶的，想不到还那么细心。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哎，搞你们大家为我忙，你还特地买东西回来给我。没关系。那大姐呢？她还好啦。她没有对你好一点？你不说我也知道，大姐的人就是这样的，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有错的。我也没有错，为什么要承认呢？原来你是假怀孕，还诬赖我害你没了孩子。要吃什么？2个炸鱼套餐。今天什么汤？蘑菇奶油汤，要2碗。20。套餐2份，汤2碗。哦。2号，来，先拿汤好，小心烫。喂，快乐鱼。妈的在吗？他在忙了。马上叫他听电话。大妈，大姐找你了。喂，什么事啊？你马上上来啊！我快给人家整死了。我上去一下，佳倩，厨房鱼你看一看。他们2个还有他，连孩
起来骗大家，说什么怀孕都是假的，流产啊更是在做戏。她根本没有孩子，流什么产啊？害我无端端成为大罪人，给全世界人骂，好像杀人凶手一样。还好老天爷有眼呐，让我发现她假怀孕、假流产的阴谋。哎呀，什么假怀孕、假流产，我被你们都搞糊涂了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啊？我当然知道啦，你问问他们呐，看他们做了些什么。他们以为我在房间里面睡觉，什么都听不到，就在厨房里面呢，得意的小声说大声笑。还好老天有眼呐，让我在厕所里面听得一清二楚，要不然我一辈子啊，给人家在背后骂我。大姐啊，你有没有听清楚？我明明是看见阿娇买了猪脚醋回来，如果她真的是假流产、假怀孕，哇，那她不是未免演得很逼真，随时可以拿红星大奖。你对呀，阿娇买猪脚醋回来，我也看见了。就是嘛，可能是你自己听错呢，可能他们是在讨论电视剧里头的情节。哎，别说了，我就是看不惯他这种样子。你不要说那么多废话啊！什么电视剧的情节啊？你呀，不要帮他们帮他出面哈。Hello， 我谁都不帮啊 ，It's possible 嘛，很有这种可能性啊。有时候啊，人肉听一两句话会引起很大的误会，你知道吗？总之这件事情我要搞清楚，要不然的话我是绝不罢休的。拜托你不要这么无聊了，大姐。你脚都已经受了伤了，老是发脾气，发脾气会影响到新陈代谢的，影响新陈代谢呢，就会影响到骨骼的愈合，到时候啊就大事不妙喽。你不要跟我嬉皮笑脸啊！好，那我严肃一点嘛。来，大姐，请吃饭，行啊。你走开一点啊！哎，家父不要管他，他不要吃我们吃，你要小娇过来吃饭哈。你们不要动，你不要跟我捣乱啊！哼，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该去吃饭的去吃饭，做生意的做生意，有什么事啊？等我关了店再说。妈的，你不要走啊！等你关了店回来，他们对好台词就不承认了，到时候又说我搬弄是非，无中生有了。大姐，你要谈我们4个人谈就好，你不要把妈扯进来。妈还有事要忙的，最近为了佳琪的事，她吃不好睡不好的，你就不要再烦她了。哦，你怕啦？做贼的怕警察。把警察请走，你们3个贼就可以咬死我了。你不要说这么难听好不好？难听？还有更难听的！你们处处针对我，居心何在啊？是不是看我回娘家白吃白住，你们心里很不爽快呢？还是怕我跟你们分家产以后少分一点呢？你说这些干什么？妈的，天下乌鸦一般黑呀！你不要给人家表面蒙蔽了。有些人看起来很孝顺啊，可是谁知道他们暗地里打什么算盘呢？就好像学智的兄弟一样，对爸爸妈妈多孝顺啊，可是财产一分啊，就鸡飞狗走啊，把爸爸妈妈当垃圾一样啊，才懒得管他们呢。你扯这些干什么啊？谁说要分什么家产啊？如果我贪钱的话，我干嘛还去当舞台剧演员？每个月还拿不到700块钱的薪水啊！你不贪，你清高，可是人家跟你一样嘛。哎，你有完没完啊？我都已经好声好气跟你说到，我口水都快干了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你把大家都搞到很累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我们现在都在演电视剧，像这种拖拖拉拉的剧情，早就被观众骂到臭头了。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肯收场？是不是要搞到大家都累垮啊？你们当然希望快快收场啦，可是谁跟我讲一句公道话啊？难道我就这样子白白给人家陷害吗？好了好了，不要越扯越远啦！妈的，你竟然帮我主持公道啊！我要给人家指着鼻子说我是搞到人家流产的凶手啊！我连头都抬不起来啊！如果不是给我抓到他们在搞鬼，我要背着一辈子的罪名啊！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公道的。好了好了，有这么严重吗？我真的是被你们搞得头都要爆炸了。亚喜啊，佳琪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佳琪，现在如果你再有多好，你一定知道怎么处理的。可是，我到底要怎么说呢？说啊，说啊，怎么不说啦？马德，你看他心里有鬼啊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没有，没有这件事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姐会这样说。我跟阿娇根本没有说过那些话。你简直睁着眼睛说瞎话！难道是我耳聋了？我早就知道这个家最阴险的人就是你啦！原来你说谎啊，眼睛眨都不眨的。大姐，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可以息事宁人。家福是你弟弟，我跟阿娇都是你的弟媳妇，大家都是一家人。可是，在你眼里，你好像把我们当成是仇人，
说我们处处针对你，还心怀不轨，你这又何必呢？对喽，我们巴不得跟你和睦相处，怎么会针对你？谁不了解你的脾气是不好惹的，干嘛自找麻烦呢？大姐，你不要再让妈烦恼了，也不要把大家搞得不愉快，让我们一家人好好坐下来吃顿饭，行不行？我还吃得下。马德，你要小心他们呐，要不然快乐鱼迟早落他们手里的。哎呀，你还嫌不够麻烦呐？我楼下忙得很呐。马德，那你是不是相信他们，不相信我喽？我要你帮我主持公道啊！你这样一走了之的话，那我不想白白推下这只死猫嘛？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要他们还我一个公道。好，你要公道是吗？那我马上打电话去医院找阿娇的妇产科医生，你看看阿娇今天早上是不是去医院动过手术，这样事情就解决了。家福，二嫂，如果不这样做的话，事情很难了结的。他要拍那些没完没了的电视剧，我才懒得陪他呢。家福，不用打。马德，让他打，他很会演戏的。他早就知道你会这样说，所以才出这一招。他呢就像烂妈妈一样，狡猾到要死的。你够了没有？你越说越过分了。不是吗？说不定你跟你女儿已经勾结了。哼，要不然你结婚那天他怎么会跑上来闹呢？你们还给他警察叫妈妈呢。他怎么会跑来？我根本就不知道，我也不想多做什么解释。在我心里面，我永远感激的是照顾我、永远在我身旁的大妈，而不是他。演戏。看来我不打这个电话是不行了。Hello， 请问洪医生在吗？我就是哪位？我是林凤娇的先生罗家福。今天早上我带我太太去动手术，动完手术之后，她一直头痛头晕，是不是有出血的现象？没有，那就不用太担心了，多休息，少走动。如果还有不舒服，明天到诊所来，我再给她检查一下。好的，谢谢你，洪医师。大姐，你满意吗？不可能的。够了，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了？假期出国以前呢，已经说你压力很大，叫你去看一下医生，你偏不去看，结果呢，搞得大家都不安宁啊！你看呢，对血脂也是这样，对家里的人也是这样。好心你啊，你自己不要活，大家还要过日子啊！哎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哎，吃饭了哈。大姐，一起吃饭吧。你不要假惺惺。哎呀，雅喜啊，你不要理他了。这个家除了你老公之外，没有一个人受得了他的哈。不用管他的，我帮你们剩饭哈。二姐，让我来吧。不行，你刚刚动完手术要多休息的。待会你记得多吃一点麻油鸡，还有猪脚醋，我帮你剩多一点猪脚醋 ，OK？ 哎，你呀，顺便叫拉娜跟白 a 出来吃饭啊。好。喂，怎么会这样的？刚才大姐一直吵着要大妈上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，赶快 SMS 给我剧团的朋友，叫他们准备跟我演这场戏啊。我就猜到了，大姐真的很无辜啊。我也没办法啊，是她自己自找的啊。妈咪，我补习回来了。妈咪啊，你做什么？搬家。搬家？妈咪，你怎么了？妈咪，你哭了，妈咪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不要管，你赶快收拾你的东西，我们马上就走。走？去哪里？拿东西，总之就不要在这里住下去了。妈咪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快说。我在这里惹人讨厌，给人看不起，遭人陷害。谁敢啊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我是说你是大姐吗？谁敢这样对你？大姐又怎么样？你有眼睛看的。这个家有谁尊敬了我这个做大姐的？他们还说我有神经病啊！啊，真的，妈咪？是谁说的？医生阿姨，我去向阿妈告状啊！不用啊，你阿妈还不是一样？她把我当成眼中钉、肉中刺。我知道她嫌我在这里白吃白住，
我们还是失去点早走早好啊！那的头啦，快点收拾东西了。啊！哎呀，怎么办？啊，继续逃就病了。妈咪啊，我的校服还在外面晒啊。喂，佳倩，等一下，哎，不要倒掉，让我看看。哇，还剩那么多，倒掉多浪费。哎，雅喜啊，要不要喝汤？我不喝了，二姐。哦 ，OK。哇，汤都冷了，不要喝了。啊？怎么会冷？你摸摸看，还是温温的。Very good。哇，温温一讲你就到。喂，要不要喝汤？哎呀，事情紧急，没有时间喝汤。什么事那么紧急？妈咪啊，在收拾行李，说要搬出去。他又在搞什么啊？对了，你妈咪也真够长气。哎，阿姨，不要这样讲妈咪。哎呀，你妈咪真的是，OK， 算了，二姨不说了哈，喝汤。他的脚都还没复原，怎么办呢？就是啊，可是妈咪好像很坚决，她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哭，很伤心啊，好委屈。阿妈，你去看看妈咪啊，你是她的妈咪，她一定会听你的话的。哎，我上去看看。我就知道你跑下来这里八卦啊！我只是担心嘛。你还不上去把行李搬下来？妈咪，上去！我只是担心现在月黑风高嘛，你的脚又不好，万一碰到坏人。好啊，那你留下来，我走。好啦，我走啦，我去拿行李。夫人，你帮我上去把行李搬下来。啊？快点啊！我已经 call taxi 了。哦。威廉，别去。哦。你要闹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哪有闹呢？我只是想搬出去住。搬去哪里呀？总之我是不会睡在路边的。你是不是搬回自己的家？Father，你讲什么自己的家？自己的家就是自己的家，就是他跟学志的家啊。哎呦，他们两个已经离婚了。是吗？离了？不是说要等法庭判的吗？你这个人真的是整天在神游啊！家里发生什么事情啊，你一点都不知道啊！家里的事有你们理吗？嘉熙啊，你要搬到哪里去啊？很夜了，你的脚又这样，为什么急着要搬？家里又不是没有地方给你住。Father，你平时不爱说话，其实我知道你是最关心我的。至少这个时候你会担心我的脚，担心我没有地方去，不像有些人巴不得我马上消失。你放心，我有地方去，我会回来看你的。你自己也要小心一点，不要整天 blah blah 的，落得像学子爸爸的下场。威廉，快点呐！哦。威廉，别去，大家都上去。我明天还要上学，都早一点去睡觉去。大姐，即使你要搬，也不要急在一时，先找到地方，再决定什么时候搬也不迟。爸说的对，都已经这么晚了，你不为你自己，也替温温想啊。我们母女的死活不用你操心，今天的事你就不要放在心上，大家都是一家人，事情发生了就算了。我当然算了，我还能怎么样呢？反正我是个神经病，留在这里啊，只是让人家讨厌。巴不得我越快走越好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是不会走投无路的。我又不是没有钱，我也去住酒店啊。哼，你有钱，有钱啊就不会拖欠人家租金呐。谁说的？不是我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那个 Judy 啊，刚才打电话来这里说，如果你再不给租金啊，人家就不会让你开摊做生意了。这生意我早就不想做了，我准备做更大的生意。我们打算另起炉灶，投资开杂鱼店。我们早就开始筹备了，而且很快就可以开始营业。不要以为我一直要靠娘家，一离开这里就死路一条。开杂鱼店，说的那么轻松啊？你以为这一间杂鱼店要经过多少年的努力啊，才闯出那么一点点名堂来？不是我看衰你啊，你有什么本事来开杂鱼店呐？你以为啊，就会炸几片鱼就可以开杂鱼店呐？
开玩笑。我是不会打没有把握的仗的，有人帮我。谁呀？William。啊？William。你不要当缩头乌龟了，告诉大家我们要另起炉灶，开我们自己的炸鱼店。说啊！老板娘，我想自己出来创业。威廉，你有多少本事？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你想创业，我不会阻止你。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啊！你不要跟他一起闹了，要不然啊，你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啊，会给他赔掉的。妈的，你不要这样看死我们！阿公的炸鱼功夫我早就学会了，只是你不要我帮忙，我才懒得出手。其实如果真正要炸鱼的话，我可不一定比你差。Please 啦，大姐，阿公的炸鱼不只是炸那么简单，他有他独特的酱料，你会吗？那有什么大不了啊？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秘方。William， 拿出来给他们看。不！怕什么？拿出来。哦。酱料了。法德怎么样？很有水准吧？味道不错吧？你敢偷秘方？你死里逃外！你不要这样，法德。好了，不用那么冲动。这种的酱料，你一吃就知道是偷我们的秘方做的，你混蛋你！老板娘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。你真的是狼心狗肺的东西哈！亏妈的对你那么好，你竟然偷偷学快乐鱼的秘方！你在这里这么多年，难道你不知道快乐鱼的秘方是不可以外传的吗？我知道。知道你还敢偷秘方？威廉没有偷秘方，他是根据自己这么多年来的经验研究出来的。Please 啊，大姐，他自己都承认了，你还护着他干什么？你说为什么这么大胆？是不是有人叫你这样子做的？没有人叫我，是我自己偷学的。妈，威廉的酱料跟快乐鱼的有点不一样。原料是那些，可是分量不够。威廉嘛，你在这里这么多年，也应该学到一些东西了。可是要炸出一份好吃的炸鱼啊，你还没有这个本事啊！你自己要在外面创业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不可能留你在这里一辈子。可是你跟我了这么多年，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要是你想学的话，我会不教你吗？何必要偷偷摸摸的把好好的一份秘方配成一个四不像？老板娘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对不起你，老板娘。起来吧，威廉，你走吧。老板娘，你也该出去闯一闯了。可是啊，心不要太大。到了外面，先不要开什么店。在咖啡店租一个摊位，一面做一面学，等成熟了再开店也不迟。老板娘，我该死，老板娘。好了啦，男子汉哭哭啼啼的，然后去外面会死吗？快点上去帮我把行李搬下来，我在外面等你啊！老板娘，我走吧，我走了。模糊了视线，麻木却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，
无所谓的脸，一成也不变，仿佛生活出现了缺，皆不回从前。刹那间，一切变得很荒野。相拥划过指尖，来不及言。一转眼之间，我已无法改变。